这应该是男人最爽的时刻吧。从监狱里出来，10几辆豪车整齐地停在门口，数十个小弟站成一排。不仅如此，黑帮老大可是亲自来迎接。上车之后，还有金发女郎主动投怀送抱。好家伙呀！上一次看到这种阵仗，还是咱们启强哥出狱的时候呢。如此高逼格的待遇，是因为这个男人曾经是监狱中的一把手。为什么说他是一把手呢？因为在韩国监狱啊，有一项极限运动，那就是打脸。2个人石头剪刀布，谁赢谁就获得优先权。在这个游戏里，一直有一个佼佼者，他一巴掌就可以把一个300多斤的胖子扇得不省人事，没有人可以赢过他。但就在此时，一个瘦子走了上来，他叫怂哥，是一名刚来的囚犯。胡子男看到怂哥弱小的身板，发出了一声嗤笑，让他哪凉快哪待着去，小心一巴吧，你拍死我去。怂哥笑了笑，并没有说话，但第一局怂哥就出师不利，输掉了比赛的优先权。还没等怂哥反应过来，胡子男随即抓住怂哥的衣领，举起巴掌狠狠地扇了下来。这一巴掌果然不同凡响啊！怂哥被扇得差点飞出去，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，怂哥居然撑了下来。这下囚犯们都十分兴奋，全都为他加油助威。接下来轮到了怂哥，但怂哥的力气实在是太弱了，一巴掌下去，胡子男是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只是脸上的肥肉颤了颤。下面两人进入了互扇环节。但仅仅2个环节，怂哥就被扇得眼冒金星。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啊，于是想了个阴招。只见他甩甩手腕，使出吃奶的劲儿，在出手的瞬间把手掌变成了拳头，接着一拳头将胡子男打倒在地。不明真相的囚犯们纷纷为怂哥鼓掌欢呼，但他的小动作却被监狱老大嘎达哥看在了眼里。而被平白无故打了一拳的胡子男瞬间恼羞成怒，他招呼自己的小弟立刻对怂哥进行了围攻。别看怂哥力气小，在身手却十分敏捷，以一敌多，丝毫没有败下风来。最后还打得胡子男吱哇乱叫，直到狱警赶到才制止了下来。从这以后啊，怂哥就在监狱里出了名了。当天晚上，嘎达哥就找到了怂哥，他表面是来警告怂哥不要在这里乱来，但心里却对怂哥十分欣赏。第二天被揍了一顿的胡子男并没有来找怂哥的麻烦。这时一个囚犯走过来告诉怂哥，这一切都是嘎达哥对他的照顾。而囚犯们之所以对嘎达哥言听计从，是因为他掌握着整个监狱里的香烟生意。香烟是韩国监狱里的抢手货，只要掌握了它，也就掌握了监狱里多半的权力，所以引得众多囚犯争得头破血流。而嘎达哥凭一己之力杀出重围，自此以后，他靠着自己的影响力和监狱长勾结，将香烟生意垄断在自己的手中，成为了监狱里当之无愧的老大。可就在不久后，监狱里来了个更狠的人，他就是韩国黑道上鼎鼎大名的大佬金野。他的到来也让嘎达哥紧张了起来，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纷争，嘎达哥以晚辈的姿态上前打招呼，并表示可以把香烟的生意让出来一半。但金爷根本就看不上这些，还冷嘲热讽了嘎达哥一番。不仅如此，金爷还买通监狱长，把嘎达哥狠狠地揍了一顿之后关进了小黑屋，还把嘎达哥的手下都分散到了不同的地方。而此时的金爷顺利坐上了监狱老大的位置。等嘎达哥从小黑屋出来以后，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。但即使是这样，金爷也没有放过嘎达哥，他派胡子男去刺杀嘎达哥。而这一幕恰好被怂哥看到，他立马上去和胡子男扭打到了一起，救了嘎达哥一命。不仅如此啊，怂哥还为嘎达哥出谋划策，他们两个一唱一和，以监狱里有人贩卖香烟为由威胁监狱长。监狱长被气的是暴跳如雷啊，但被捏住了把柄，只能乖乖听嘎达哥的话。搞定了监狱长后，嘎达哥又连夜绑架了金爷和胡子男，他把滚烫的热油浇到金爷身上，逼问金爷为什么费尽心思想除掉他。明明之前两人并无恩怨，但是大佬就是大佬啊，你以为黑道是白混的吗？即使身上的肉都被烫熟了，也没有说出实话。但金爷身旁的胡子男早已被吓尿了，哆哆嗦嗦地说出了实情。这一切都是他大哥高会长的指示。原来5年前两人合力创办了大洋集团，以经营进口海鲜为幌子进行毒品交易。随着公司规模不断的扩大，高会长也成为了韩国排名靠前的企业家。而作为二当家的嘎达哥也正是这样才被抓进了监狱。如今马上就要出狱，却得知自己最信任的大哥想杀他，嘎达哥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啊，但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。嘎达哥心中气愤万分，随后把滚烫的热油全部浇到了金爷的头上，而嘎达哥也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。经过此事之后，怂哥和嘎达哥的关系也越来越近，但令嘎达哥想不到的是，怂哥接近他是另有所图啊。原来怂哥的真实身份是一名警察，为了帮生病的母亲换肾，只好答应了警察队长的要求，潜入监狱里接近嘎达哥，以此来打入大洋集团的内部，找到他们贩毒的证据。经过怂哥的操作，总算得到了嘎达哥的信任。不仅如此，警察队长还给怂哥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他的母亲已经找到了适配的肾源，马上就可以做手术了。听到这里的怂哥是激动不已啊，殊不知怂哥的母亲就在此时出了意外。
这个男人正在监狱里崩溃大哭，因为他刚刚得知自己的母亲出车祸去世了。他想申请假释出去送母亲最后一程，但他不跟监狱长申请，而是直接向警察打去了电话。没想到的是，警察真的接了他的电话。男人告诉警察队长自己的要求，称只要让自己出去，让他再坐3年牢都行。但男人的假释申请并没有得到批准，因为警察队长在电话里告诉男人，他现在已经成功接近了监狱老大嘎德哥，如果现在出去，可能会引起他的怀疑，让男人以大局为重。面对警察队长的无情拒绝，男人威胁他，要是不让他出去，就把卧底计划揭发。但警察队长却表示，如果卧底计划败露，那警局就会把男人的资料彻底删除，这样他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囚犯。就在男人绝望时，却从监狱长那里得知他可以请假1天，原来是监狱老大嘎德哥威胁监狱长让男人出去。不仅如此，葬礼费用也由嘎德哥全部支付。面对如此大的反差，男人心中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。不久之后，松哥就出狱了，嘎德哥亲自来迎接他。松哥向嘎德哥坦白了自己警察的身份，因为比起所谓的正义警察，无恶不作的黑帮反而更加有情义。就这样，松哥加入了嘎德哥的团队，两个人的合作无比的默契，很快混得风生水起。但集团的3当家小帅却看不惯松哥，在一次聚会上，他拿着枪向松哥走来，要和松哥单挑，但松哥却不屑一顾，还挑衅小帅，说怕把他打得哭着回家找妈妈呀！好家伙，真是太嚣张了。형 이거 근데 진짜 중요해요. 只见松哥动作利索地抢过他的手枪，顶在了他的脑门上。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别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。好在嘎德哥及时把枪夺了下来。这时反应过来的小帅刚要反击，就被高会长连扇了好几个巴掌，并警告他要公私分明，不要像他父亲一样对错不分。原来小帅是高会长的亲侄子，虽然高会长也早就想除掉嘎德哥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因为几天后有一批俄罗斯的生意，对方却要求嘎德哥去交易，所以等交易完成之后再杀他也不迟。可令高会长没有想到的是，自己的亲侄子早就背叛他，投靠到了嘎德哥的手下。因为小帅从小就被高会长虐待，所以早就恨死了高会长。而且这次和俄罗斯的交易也是小帅说服高会长同意的。但高会长不会想到，正是这场交易让他命丧黄泉。男人正在睡觉，谁知下一秒醒来的男人发现自己头上被套着麻袋，眼睛只能看见绑架犯模糊的身影。他愤怒地质问对方是谁，但对方接下来的话让男人冒出了一身冷汗。짭새 새끼, 기차가 이미 다 불었어. 还没等男人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随即就被汽油浇了一身。对方逼迫男人承认自己警察的身份，否则就点火烧死他。但直到最后，男人也没有承认。随着头上的麻袋被扯下，男人此时才看清绑架他的正是警察队长，而这一切都是对男人的考验。得知真相的男人非常生气，质问警察队长为什么要这样子。随即警察队长告诉他，警方派去卧底的另一名警察已经被发现，现在只剩下了男人。为了知道男人是否还能信任，所以派人绑架了他。松哥是非常无语啊，但也没有办法，谁让他是领导呢？随后松哥问警察队长有没有找到撞死母亲的凶手，但警察队长对此事却闭口不提，只是一味的询问有关毒品的消息。松哥没有办法，只好如实交代了毒品交易的事情。但回去后的松哥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黑帮老大嘎德哥呀。原来松哥早就已经叛变了，但令松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表面视他如亲兄弟的大哥，背地里却是一个恶魔。其实从松哥第一天进监狱，嘎德哥就知道了他的卧底身份，但嘎德哥却没有拆穿他，而是任由松哥接近自己。就在松哥觉得计划顺利进行时，嘎德哥派人故意把松哥的母亲撞死，趁这个时机，嘎德哥雪中送炭，让松哥出去送母亲最后一程。就这样成功策反了松哥。3年之后，集团老大高会长带着手下来到交易地点，就当他们刚刚进行交易的时候，大批的警察却赶了过来，他们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。就在警察队长自信满满的查看货物时，却没有想到箱子里都是玩具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毒品。而另一边的松哥站在小船，似乎在等着什么。没过一会儿，无数的毒品就从海里浮了上来。原来他们把毒品和盐绑在一起丢进了海里，等盐融化后，毒品自然也就飘了上来。就这样，双方顺利完成了交易。就在高会长高兴地举起杯子庆祝的时候，他的亲侄子小帅却把灯给关了，房间瞬间陷入了黑暗。砰砰砰的几声枪响，随着房间里的灯被打开，高会长也领了盒饭了。而另一边的警察队长也明白过来是松哥背叛他，当即就把松哥绑了过去。随后给松哥看了一段视频，视频内容就是他母亲遇害时的监控。可当松哥看到后，直接就崩溃了，因为凶手就是嘎德哥的手下。原来他真心效忠的大哥，竟然是杀死母亲的罪魁祸首。随后冷静下来的松哥决定复仇啊！松哥在警察的安排下，给嘎德哥打去电话，他告诉嘎德哥，现在自己要接受警察的内部调查，恐怕嘎德哥也会被连累，还说一定是有人出卖了他。听到这话的嘎德哥立刻将视线转移到了小帅的身上，因为除了自己，他是唯一一个知道松哥真实身份的。最后，松哥约嘎德哥到老地方碰面，约定明天一早他们一起跑路。到了晚上，不明真相的小帅被嘎德哥叫到了办公室，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自己这么快就可以再见到自己的叔叔。杀死小帅后，嘎德哥带着全部的身家来到约定地点，但两人刚一见面，松哥就直接质问嘎德哥，
为什么要撞死自己的母亲。嘎德哥瞬间就明白了，事情已经败露，他立刻举起枪对准松哥。就在危急关头，埋伏在外面的警察冲了进来，瞬间开始了一场混战。但没想到嘎德哥利用地形优势，竟然干掉了所有警察。哎呦，不愧是在道上混了这么久的人呢。紧接着，他将枪口再次对准松哥，但一向心狠手辣的嘎德哥看到昔日并肩作伴的同伴，心里产生了恻隐之心，最后放过了松哥。就在嘎德哥拖着受伤的身体准备离开时，突然一辆汽车撞了过来。警察队长下车走到嘎德哥身边，翻出了嘎德哥身上的车钥匙，随后打开后备箱找到了毒品。但还没等警察队长高兴多久呢，嘎德哥走了过来，对着他就是一枪。随后松哥把枪放到嘎德哥的手里，伪造是嘎德哥开枪打死了他。看到还没死透的嘎德哥，松哥又用手捂死了对方，成功的为母亲报了仇。Goodbye, everyone.